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圆桌骑士，我是子定啊。今天依然邀请到了林小旭博士。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是最近美国军方对委内瑞拉动向，因为小旭之前也是当兵，当了9年兵，所以我也是做军事的，所以这个事情其实非常急迫，因为就在10月24日，也就是我们录制当天，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竟然把福特号航空母舰调到了南部战区，那就是这个 South Command。对，因为福特号是这个核动力航空母舰，是非常先进的，对，最先进的，最先进的，对。因为福特航母之前它是在地中海，包括是在挪威，它部署到波罗的海去了，所以我当时就是看新闻，我说，哎呦，它跑到挪威去了，真的是没有想到说今天突然要把它调到这个，对，我其实觉得它原来在这个中东这个地中海一带的任务是可以说是最重的，因为当时你这个。包括胡迪啊，包括这个哈马斯啊等等，对吧？他们对那一带的影响已经 spilled over 到地中海那一带，对不对？所以它 station 在地中海 station 在中东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姿态，对不对？所以其实也一定程度上威慑了，所以呢，后来胡迪也不敢再这么攻击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他的任务就彻底能结束吗？当然，现在哈马斯还面临如何解除武装，伊朗的态度还不明朗。其实我觉得他在中东任务还没完，但是把他马上调过来，说明川普马上要对这边采取行动，这边更紧急一点。对，我觉得应该是马上要采取行动。我真的是马上，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其实可以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过去2个月其实美国一直在这个英文叫 build up 自己的这个 resource 在加勒比海地区，对，因为美国其实很有意思，它在全球都有军事基地。小旭之前是在中东，在科威特，对吧？对，我们知道中东，但伊拉克、科威特、沙特、约旦、卡塔尔都有军事基地，对吧？对啊，巴林啊，对，巴林是那个麦纳麦嘛，对，海军的这个第5舰队总部在那个卡塔尔那乌代德，对不对？对，在加勒比海也是这样的。波多黎各，对，波多黎各是最重要的一个基地，对啊，所以很早的时候 F-35啊什么就已经派到那儿了嘛，对，已经做好准备，有 F-35，有 P-8波塞冬反潜机，然后海军派了这个硫磺岛号2栖攻击舰，还有2艘这个圣安东尼奥级的船坞登陆舰，然后再加上2栖作战的，对2栖作战，它主要是装的这个海军陆战队嘛，我看那个1万呢。差不多1万士兵已经在那了。对，不少，还有这个好几艘这个 DDJ， 就是那个驱逐舰啊，巡洋舰，伊利湖号巡洋舰，提康多罗加巡洋舰，包括至少有4-5艘这个驱逐舰也在那边，然后还有核潜艇，并且这个地方离美国本土太近了，对吧？就很容易调派过去。很容易，你说佛州有好多军事基地啊，你像那个坦帕的麦克迪尔，包括杰克逊维尔的海军基地啊，再往北边一点，这个就是金丝湾是核潜艇基地，在这个佐利亚，说来就来了，对不对？对，所以其实这个地方是等于在自己家门口作战，真的是家门口。对，所以换个角度来说，把这个福特号调回来，就是说。一个是强力的威慑，对，但是我真觉得他要采取行动，因为这马上让我联想到当年这个巴拿马作战。对，巴拿马还有格林纳达都是在后花园。对啊，所以这个对于美军来说，那时候也是非常成功的嘛。当时美国派出了82空降师。对啊，你当时在这个 Fort Bragg 服役的时候，对吧？就在82空降师隔壁。82空降师它是美国的这个最好的快速反应部队，对，它号称是这个1/3的部队能在48小时还是72小时部署到全球48小时，48小时，随时待命，对，1/3部队随时待命的。所以当时从阿富汗撤军的时候，最后不就是那个阿富汗机场嘛，就82空降师过去，就收尾嘛，就是说你们情势危急了，就是所以说真的是。更何况这阿富汗我都能过去，何况委内瑞拉了？全球48个小时，特种部队至少24小时都能应对。是，所以其实这次我真的觉得很像当年的巴拿马的，因为当年巴拿马其实也是这样子，就是说。除了这个海陆空，然后其实 DEA 当时也介入，包括那个 Coast Guard 什么也都介入，也是多个部门的这种联合作战。对，然后当时美军是派了2万多，所以现在这个1万多还有一点增长的空间。福特号一艘航母就5000人，这就够了。对，但是现在战争需要的人力是少一点了，但就是说当时这个规模也是这样子，而且是非常有效的就是打击了当时的这个。那麦德林这个毒品集团，对不对？对，那这针对的是哥伦比亚的，还有那个叫卡里集团啊等等，对吧？彻底的，基本上彻底把整个他当时的这个整个运输
这个渠道全部给打断，对不对？然后还击毙了当时的这个麦德林集团的就主要的一些头目嘛，然后还进一步的从经济政策上施压，使得像秘鲁啊其他地方的一些农民都改种这个咖啡豆啊等等，不让他们去种这些毒品嘛。因为那时候仍然那个地方就是已经是 cocaine 的最主要的产地和运输的这个通道，所以当时这个做法其实是非常有效的，就是说在89年的时候，基本上是非常有效的，就是把美国被毒品这个损害的这个趋势给阻断了一下，虽然没有完全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后来很多毒品贩子就从这个哥伦比亚转移到这个墨西哥去了。是这么一个你毒品贩子有利益，肯定在想办法生存嘛。对对对，但是说美国没有做的完全彻底，但是已经是相当程度的阻断了当时这个毒品泛滥的时候，那时候也是整个毒品进入美国也是按吨算的那样规模，所以当时这个已经是可以说是美国集自己的军力的这个非常优势的力量把这个事情彻底打断。那我觉得川普至少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明确，他要再来一次。那你觉得他具体会采取什么军事手段呢？军事手段，我觉得现在当然就说从加勒比海上用这个空中打击海军的打击的话，这个只是把这个运输的通道给彻底打断。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潜在的目的是应该还是会想办法攻击陆上的这些就是说毒品生产的这个基地。主要这种远程武器还是会派出，很可能是远程武器是第一位的，然后会有登陆的行为。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可能是巴拿马行动的翻版，还是会有陆军要进去，因为你要清剿干净，还是要有陆军进去。而且如果只是空中打击、无人机打击或者是导弹打击的话，它并不需要给 CIA 特别的命令，对吧？在10月15号嘛 ，CIA 已经获得授权嘛，对不对？所以 CIA 在内部的运作一定是想办法拿到更多的信息，而且可能为这个以后登陆的部队的运作给提供更有效的这个信息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应该是川普要做得很彻底，而且川普本身就是很大胆的人，我觉得他不在乎这个国际社会再来谴责，好像说是入侵委内瑞拉，川普不在乎这个。我觉得川普不是这样的一个。对啊，而且想好就做。对，想好就做，而且他很明确的在2月份时就已经designate这些组织说国际恐怖组织，对不对？对，他其实在为法律上去铺路嘛，因为就是说。你打击国家政权，你和一个国家宣战，你需要国会的这个批准。对，因为现在很多民主党人攻击川普，就是说，哎，你去打这些，你没有经过法律程序。对。但是就是共和国会授权嘛？对，要国会授权。你像2战开战的时候，虽然是日本已经打了你珍珠港，但你还要投票。对当然美国也有议员投票反对开战的，这是另外一回事了，也很有意思。但是就是说他国会授权，但是其实我们想跟观众朋友解释一个事，就是说川普如果把这个就是指定为恐怖组织之后，他就可以不再通过国会授权，因为。当时伊斯兰国，它可以沿用当时我记得就是2001年因为当时奥巴马政府也是这样的，就是奥巴马当时打击伊斯兰国 ISIS 的时候，就是我不需要再向国会申请批准了，就是他是继续我印象中是沿用的，就是之前国会批准的法律，就是去攻击这个敌国的这个。他因为你ISIS 并不算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对，你就是针对恐怖组织的，所以这个是当然是在整体就是说反恐战争的框架下去做的，所以这个反恐战争本来就已经授权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那这次当然这是更是针对这种可以说是强力缉毒，从这个角度上去做，就针对国际物理消灭，对，物理消灭这个毒品嘛，所以还有毒贩子本人，所以他们也不在乎，就说你现在国际谴责说他在海洋上打收了多少船，死了43个人，那川普也不在乎，因为这很明确的，他们觉得他们信息足够证明这些人就是毒品贩子，对，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他不在乎这种所谓的平民的伤亡，而是要达到彻底就是打散这个毒品这个制造基地，摧毁制造基地，以及彻底打断这个运输通道。那现在当然这些毒品贩子就说这个资源也很丰富，所以他们很多就开始转向空中啊，对吧？陆上运输啊，他们还有潜艇，我看他们那个小潜艇，就是整个是包括哥伦比亚那个委内瑞拉，包括墨西哥，他们都用这个潜艇小潜艇，它可能在水下，就潜的不是很深，几米或者10几米的地方去。但是这种现在就还有是无人控制的嘛，
无人控制的潜艇。其实这些无人控制的这个所谓的潜艇，其实就是叫做就是像 UAV 那样，那是空中的嘛，但是它是 sub 嘛，就是 USV 那样子的。所以这些设备过去很多是做环境监测、做海洋水文监测的，但是这些毒品贩子他们知道把它改造一下就可以做这个贩毒嘛，就是毒品你在水下走，你当然就很难监测。是对，但是美国如果要打委内瑞拉，还是回到就是我们先从法律问题上说这个事情，就是说肯定会有很多指责，因为委内瑞拉毕竟目前是个主权国家，对，你要进它领空或者是你导弹打，它一定会有很多的争议。对啊，但争议归争议啊，就像打巴拿马一样，我觉得川普反正是会做，而且他其实本来就是想逼马杜罗下台。对啊，那我反正知道你这个政府，而且他最主要是知道这个马杜罗的政府在支持这些毒品贩子的运作，而且他们从中牟利来维持他的政权。那接下来一个关键问题，您觉得川普这次只是针对恐怖组织吗？还是他的目标之一包括去推翻马杜罗呢？我觉得肯定是其中目标之一。对，所以他在之前的这种跟比如说这个Mark Rubio 的各种各样的配合演出啊等等，其实都在打击这个马杜罗嘛。对不对？所以从外交层面上，他也已经不认可了这个马杜罗的政权了嘛。那他不认可就是前兆，就是说前面的这个预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你国际上再怎么谴责他说你这是一个不被认可的政府，你是支持了这个毒品贩子，而且你从中牟利来维持。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是草菅人命，你是伤害美国人的利益，那我就是要把这个极端组织给端掉。那么过程中附带的你自己崩溃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他还不见得说我要做斩首行动，我觉得他不见得要做到那个程度，但是他有办法逼的马杜罗下台。就是说可能有点像伊朗模式，或者比伊朗模式会更接近，就是说我的主要任务是打击这个恐怖分子也好，或者是缉毒分子。对，这个过程中我会为马杜罗政权倒台制造空间，但是这个空间最终他能不能倒台，可能不是说我的一个会主要去 push 的一个东西方向。对，他会策略上希望达成这样的结局，但是不见得要采取很明确的行动，就像他不需要把这个哈梅内伊给干掉一样。因为它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这个政权颠覆，他一定要有内部的这个利益，就是你纯粹靠美国只要不派军进入加拉加斯，不派军进入这个派陆军控制这个省，你是没有办法仅凭外力就推翻马杜罗政府，就像哈梅内伊一样。所以你需要内部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就是说美国军事上制造了这样的空档。其实当时以色列就是这样做的，12天战争嘛。以色列到后面就是能打的都打完了，他就开始炸革命卫队，就革命卫队指挥部啊，革命卫队还炸警察局，你知道吗？他就是想把这些伊朗的执法的机构给打掉。你社会进入一种无序的状态的时候，权力真空。对啊，这个民间就容易起来。对，民间就容易起来。但是打了12天，以色列后来发现，好像这届伊朗人民不太行，没太有这个意愿，还没到觉悟的状态。对，那就算了吧。川普就说那算了吧。所以他们因为那个是当然是以宗教这个背景建立的这个强权，他这个对政府对民间的洗脑是很厉害的。是，所以没到那个阶段就很难。但是委内瑞拉不太一样，委内瑞拉基本上每年都会有大规模的抗议，因为委内瑞拉已经活不下去了。对，所以我觉得，另外马杜罗他就是一个集权的方式，他并没有特别洗脑的这种宗教的东西来控制老百姓，所以他跟这个伊斯兰极端的和这个这个什叶派的这些一系列的或者说这个原教旨主义这些人是很不一样的。就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我其实认识从委内瑞拉来的人，就是有一个朋友，那时候在佛州的时候，他当时是因为他孩子在这边，他到佛州来，然后他反正说委内瑞拉情况是非常糟糕，通货膨胀非常严重，就是他回去的时候，我们还会凑一些美元给他，就对于他来说，这个钱回去就是很管用的。就是他说，就委内瑞拉其实以前是一个很富庶的国家，在查韦斯上台前是很富有的国家，对，结果就被这社会主义或者是这个搞成现在这个样子。然后这个我们不说自己国民怎么样吧，各方面毒品，就佛州这几年真的是进来不少，就是有委内瑞拉的这个难民。对，我在佛州，我记得几年前我去逛奥特莱斯的时候，碰到一个服务员，那个服务员他英文不是特别好，说西班牙文。我就和他聊天嘛，问他从哪来，他说委内瑞拉来的，对，然后我问他那边状况怎么样，他可能英文说的也不是，他就说
就不太好，不然也不会来美国嘛。是，那还几年前，我觉得这几年会更糟糕了。对，中共对他的支撑也少了很多，所以相对来说，他现在我觉得确实是很大程度要依赖这批毒品贩子的收入来支撑他。是，这个也是就病入膏肓了。对，就是说，因为很多朋友或者是很多观众认为，就马杜罗可能还是委内瑞拉政府，但是其实就是包括卢比奥、包括国务卿、包括美国很多情报机关都是指认，就是马杜罗政权其实是委内瑞拉贩毒集团的背后的这个 boss 或者是实际上的操控者。对，因为其实美国人是非常了解拉丁美洲的，因为有非常多的政客都是说西班牙语，都是从这个古巴或者是拉丁美洲过来。特别你像我在佛州，对卢比奥Ted Cruz 都是这个古巴这个移民的后代嘛。然后你像我在佛罗里达迈阿密。我去迈阿密，有一次我去迈阿密，你知道吗？我去迈阿密去麦当劳，就是我去麦当劳买东西。讲西班牙文吗？对 ，就是去麦当劳去 drive through 嘛，然后他也不知道你是谁嘛，就一上来就跟我说了一个西班牙语，把我给懵了。我说我在美国麦当劳买东西，你用西班牙语给我打招呼，我说我给。但是迈阿密真的是超级多的，这个在德州南部也有，也会有，因为太多了。这个墨西哥过来的，墨西哥对。那个德州那边主要是墨西哥移民，佛州是古巴移民，包括委内瑞拉，还有南美哥伦比亚，我还碰到有哥伦比亚的，还有什么洪都拉斯的，对，洪都拉斯的，对，就对很多。所以其实你像那个美国很多的这个政治家或者是这个政府官员，他们其实都是就拉丁美洲出来了，所以他们有朋友啊或者什么东西，他们是非常了解他们对委内瑞拉了解就可能和很多华人对中共了解一样。他虽然是已经在美国或者在其他国家，但是他其实是非常了解那个国家的状况，这是美国的一个特质。所以他对于委内瑞拉现在政府是什么样的，那是一清二楚。对，是，我觉得他们应该也特别希望这个整个中美洲能够有一个巨大的一个转变，因为你现在美国后花园变成这样的状态，变成毒品基地。暴力基地，对不对？这个我觉得对美国来说，不解决这个问题，它会一直是一个很头痛的。对，他是在试图解决这个毒品来源的问题，因为你如果只想在中途拦截的话，太困难了。他这个方式中间走了有很多，因为我之前有看过报道说，这个委内瑞拉或者哥伦比亚的靠近委内瑞拉那个山区也有很多的那个贩毒集团，他们的是通过走私先到巴拿马，然后从巴拿马因为相对是很。就是交通各方面很开放，然后再通过方式走墨西哥也好，或者走海路也好进入美国。所以你如果想在中间去拦截它的话，你要花费更多的精力。所以美国现在想的是，我是源头打击，我就去对，但这个行业是暴利，所以这些毒品贩子本身拥有庞大的资产，所以他们还是我觉得有很多规避的方法。是，然后当然你还有中共对墨西哥的支持啊，在建立更多的这种制造的基地，还有芬太尼，所以你其实委内瑞拉那边还主要是针对 cocaine，我觉得下一步其实针对墨西哥呢还是芬太尼的威胁更大。但是川普从地缘政治上来说，我觉得他想解决委内瑞拉，是，所以其实从毒品的危害来说，他应该先解决芬太尼，但是因为中共在背后，所以他不太容易动到，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针对可卡因的现在这个加勒比海的行动，很大的因素应该是针对政权。对，因为这个地缘方面政治它不解决这个安全因素的话，这个危害一定程度上也不比这个毒品小。是，有句话叫柿子要挑软的捏，马杜罗政权可能在这些政权里面是相对来说最容易。对啊，你先把它搞定，然后你后方也稳定一点，然后你才腾出手来针对墨西哥。对，你看是像伊朗还有什么弹道导弹2000公里弹道导弹可以打到。以色列什么海法什么委内瑞拉可没这玩意儿。委内瑞拉其实军力相当很弱的，他以前有从美国买过 F-16战斗机，那还是在前政府和美国友好的时候，80年代的时候，那最早的 F-16那是 F-16AB， 它基本上就是没有升级过。然后包括你这2年，它也没有美国的维护或者什么，它不太好用。对，然后他从俄罗斯买了苏30，这是唯一好用的战斗机。好像是不是从俄罗斯还买了那个防空体系 S300？S300 好像没有，但有一些对它
主要是靠一些就是那个便携式的防空导弹，所以它防控能力弱一点。就最大的威胁就是苏30，然后苏30它有这个 KH-31导弹可以反舰。就是这个对，所以如果在加勒比真打起来的话，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我觉得是不堪一击。对，肯定是不堪一击。只要一艘福特号过去，他什么都不堪一击。对呀，那个是 full spectrum 打击，就打得非常彻底。最主要是背后你还靠着个波多黎各，波多黎各距离委内瑞拉对于飞机来说那是很近的距离，对，太方便，不需要空中加油就。这就是不沉的航空母舰，对不对？是。你从波多黎各机场，你完全能够控制整个委内瑞拉外海，包括委内瑞拉全境。所以它就是无论是巴拿马模式也好，还是伊朗模式或者伊拉克模式也好，它就是真的要打击的话，我觉得它大量的导弹也好，或者是精确制导在你的防区外发射，就能够摧毁你重要的指挥中心也好，包括你的所有的他想打击的这些无论毒品设施也好，或者是军政方面的一些机构也好。对，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不堪一击的。你如果 Tomahawk 这些导弹发过去一批，基本上就把它全部镇住了。是，因为这两个国家这个军事体量实在是差太远了，是不堪一击的。所以只不过是看马杜罗想怎么撑着。对，我唯一和您的看法稍有不同的是，我认为美国有可能不太会派出地面上的部队，因为地面部队可能对于他来说风险太大，就是说它的收获和风险可能不是很成正比。因为派地面部队，首先你面临更大人员伤亡，二是你可能就是说因为你的无论飞机也好或者什么，你要进入敌方的领空，你可能会被俘虏啊或者什么，你政治上也会有一定的风险。所以我个人持保留态度，对这一点。对，我这方面不太一样的想法，因为我是觉得不走地面部队事情会拖得久。地面部队会比较快的解决。对，就如果一口气我能解决马杜罗，那我解决就完了，解决就完了。对啊，然后至少你地面部队进去把这些所谓毒品的这些基地啊什么全部给它端掉，你抓几个毒品贩子头目啊什么你就抓出来，然后因为你进入地面以后，你更容易拿到最实锤的证据，向国际社会展示他们就是在做这些事情。我觉得比空中的这些什么卫星图片啊什么都更有说服力。如果你再找几个当地的人站起来一起支持美国欢迎美军来打击毒贩，就大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有变化的。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不走地面部队会让事情拖太久。对，反正这两天新闻看下来，我觉得马杜罗是很慌的。我看那个电视讲话也好，或什么发动民兵，他可能在担心会不会有斩首行动。对呀，你说美国这个刚对伊朗动手，说钻地弹，我躲哪儿都没用啊。是啊，他还没有那么强大的地下堡垒，可能。对啊，所以我觉得马杜罗肯定是很慌的。对，但是战争什么时候会爆发还不太好说，但是看这个走势，我觉得十有八九会动武了。至于战争的规模，可能还稍微有待观察一下。对，我觉得就是看川普需不需要分心把哈马斯的武装解除。哈马斯其实以色列自己就可以搞定了，但是没有美国介入的话，哈马斯肯定在那负隅顽抗，就是一直想办法拖着不把他武装解除，然后时不时在攻击下以色列，对吧？所以我觉得川普可能会因为这个分心，那可能会因为这个拖延了在加勒比海。如果那边能稳定下来，我觉得川普会很快。是在这个委内瑞拉会很快。我听您这么说，我觉得这个当美国总统太不容易了。对啊，全球都要操心。今天早上起来说，以色列和这个哈马斯打起来，第二天早上起来说印度和巴基斯坦打出来了，就全世界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到我头上，对吧？还要跟普京打，还要对啊，俄罗斯和乌克兰还有那个事儿，前两天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也打起来了，这个都要你操心。所以现在这个阶段，这个全球就是很容易乱。对，今年真的是打了很多仗，你看从这个俄乌战争一直在打到现在，今年你看打了多少仗？先是这个以色列和伊朗打了，对不对？印度、巴基斯坦打了，对，柬埔寨和泰国还打了一仗，现在还有阿塞拜疆，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对啊。然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前两天还打了，对吧？现在委内瑞拉又要，所以今年好像确实不太平。所以才要把 DOD 改成 DOW 战争部，对啊，因为现在到处都是战争，它必须进入战时状态。是，但最大的火药桶还是在东亚。这个东亚，中共这边随时要做好准备嘞。对，但东亚要真动起来，那不是一个量级的。对军事和经济，那是这个对全球的军事和经济都会产生非常大的破坏。
对，所以最好还是不要打，这可能也是现在美国政府的这个策略和。所以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川普当然会很巧妙的，反正就是跟习近平这个称兄道弟啦，然后呢就说我们要谈这个贸易协定啊等等，然后呢甚至说我要跟习近平会面啊等等的，等于说我觉得实际上是川普帮着习近平度过了这个4中全会的难关，让他撑下去。那中共党内也找到一个理由说，哎呀，那先维持习近平嘛，那使整个局面现在没有快速的，就是说有一个恶化，那川普顾不过来的。如果现在中共要动手，川普肯定顾不过来。问题是中共内部还一堆事情呢，这9个上将，你说打台湾东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在哪里？在监狱里，对不起，找不到人了。是啊，所以他美国方面呢，我觉得他肯定知道中共的内部的这些烂摊子，所以家一本难念的经是吗？但是他也不知道会不会习近平很疯狂，所以他把他稳住啊，也许他不那么疯狂。是，还有待观察。对。行，今天我们关于委内瑞拉这个分析呢，就和大家带到这里。我们简单分析一下这个美国在加勒比地区这个军事上的这个行为，以及未来可能打这个马杜罗采取什么样的行为。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怎么看？您是觉得美国会打委内瑞拉吗？如果打委内瑞拉的话，会根除马杜罗政权呢，还是只是远程空袭去扫清一些这个贩毒分子的一些基地呢？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我是子定，大家再见，拜拜。